哔哩哔哩。导师先辈之前呢出过一期搬家视频，很多朋友对我的购物清单特别感兴趣啊，总是发私信问我。那我想了一下呢，也确实有不少东西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，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，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期生活好物推荐。这份清单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啊，以实用性为主，兼顾颜值和性价比，总有你用得到的，建议收藏，而且全程无广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首先看我这个背景啊，大家应该注意到了，我换了一个新背景啊，这个背景里呢就有不少好东西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讲。第一个就是落日灯，这个东西我其实一开始是看不上的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火了，有点烂大街。但是买过4、5款氛围灯之后呢，我还是选择了这个。一般我们租的房子装修都比较简单啊，显得有些单调。比如我这个电视背景啊，就是大白墙，那叫一个朴实无华呀。但是打上落日灯之后呢，立马就有了省了上万块钱装修费的感觉。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呢，只开这一盏灯就很有氛围感，而且还省电费。还有我这个背景，落日灯搭配残尾葵，甚至有一种夕阳海滩的氛围感。我个人呢对这个新背景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但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？因为它多了2期视频了，也没见有人夸过一句。那说起散尾葵呢，也是我觉得买的特别值的东西，主要是它真的很好养活，基本上不需要打理，跟个假植物似的，无欲无求。还有这个叫重瓣风铃，也有很多人问啊，确实很好看，但是这位小公主就有一点点娇贵，我已经养死好几盆了。其实我最近买到最喜欢的植物应该是这个啊，多肉玉坠，它的嫩叶是白色的，看着跟花一样。这个白绿的配色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，非常青涩的感觉。那家里养植物呢，喷水壶当然是少不了的。我用的这个是宜家的多玛喷水壶，这个简直符合我对喷水壶所有的期望，简单实用又耐看，放在植物旁边呢也非常和谐。还有这个啊，叫做库吉斯储物盒啊，我也不知道宜家为什么老喜欢给产品起人名。这个储物盒本来应该是白色、绿色2款，但是我喜欢买2个颜色，然后混搭着用，放在桌子上收纳一些小物件啊，也是非常实用的。下面一位斯沃比海绵擦，在视频里推荐海绵擦，我应该是全网第一个啊，但是它真的值得。以前觉得海绵擦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买一个就行了嘛，但是用过这个之后，我决定再也不要用那种丑丑的黄绿色海绵擦了，便宜好用还耐看，而且它不存水，很容易干，也就不容易发臭，所以每次逛宜家我都会顺手买几包。拉斯克手推车，这个应该是宜家的老牌网红产品了，非常实用的手推置物架，我在厨房和浴室都放了一个。可能会有人觉得它贵啊，因为在网上同类型的置物架一般1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得到，那种呢我其实也买过几个，但说实话，不管是颜值还是质感都有一定的差距，只能说1分钱1分货。况且宜家的产品其实本身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。好了，再说下去该变成宜家专场了啊！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厨房用具，卡罗特的小奶锅。相信即便是平时不做饭的人，也需要这样一款奶锅来煮泡面。但是小奶锅这个类型的网红产品其实非常多啊，比如日式的雪平锅。那我为什么选择这款呢？其实主要是冲着颜值买的。大家应该也发现了，我很喜欢在视频里用这一款。只不过像这种麦饭石锅呢，其实里面一般都是不沾涂层，涂层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容易坏。好在这个锅也不贵，烧坏了就换个新的。我拍视频到现在换过2、3个了吧，而且我觉得这种麦饭石涂层其实挺好用的，一点都不沾，也很好洗，就是娇贵了一点。所以锅铲呢就得用这种耐高温的硅胶铲。其实像锅铲这样的东西，现在也很少有人会推荐，但是这个牌子的锅铲真的很不错，它的设计是那种低调耐看型的，不抢眼，手持的质感也非常好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会无限回购的。最后呢，给大家推荐一套餐具，没错，是成套的餐具。因为拍视频的缘故，我其实买过很多不同风格的餐盘，但是之前搬家的时候我全都舍弃了，一件都没有带走，因为我发现日常最实用最耐用的还是那种传统的中式餐具套装。但后来呢，我在网上找了好久，真的是好久都没有找到一套合适的餐具。设计简单一点的呢会觉得老气，复杂一点的呢又会觉得浮夸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套喜欢的，又被价格劝退，本来都已经放弃了啊，就随便买了一套先凑合着用。但是前2天逛街的时候，在宜得利发现的这套古瓷套装基本上符合我对家庭餐具的所有期望。它是这种蓝底雪花纹，外面包了一层金边，设计简约又不单调，说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但也可以说是低调奢华有内涵。而且这种古瓷的质地非常轻薄，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它可能比较容易碎。这种成套的餐具呢，配一个也挺心疼的。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买啊，就是拿出来显摆一下。好啦，这一期给大家介绍的都是一些比较基础啊、简单实用的东西，但我还买过很多花里胡哨啊、稀奇古怪、有用的没用的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3连走起来，我们后续再继续给大家介绍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